比特币的假突破要发酵了吗？多单危险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目前在 Bybit 上面呢，依然持有之前在$36,500左右所开的比特币多单，那是开了$50万左右的仓位价值。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获利呢，大概是有0.35颗比特币，折合成台币大概有40多万左右。那我现在应不应该平仓呢？因为我们在假突破之后呢，确实盘面呢已经开始慢慢走弱了。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吧。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量能是缩的。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大概在1个月之前，我们当时的价位在32000、33000左右。那现在我们到了37000、38000，等于我们在这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的调整的时间啊，震荡调整的时间啊，比特币就默默涨了$5000。$5000对于3万美金为基数的比特币来说呢，也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涨幅咯，$5000哦。而且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呢，我们是慢慢缩量的。那我认为这个是很强势的一种走法。当然，有没有可能我们把目前比如说38000、39000左右就走成顶部了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会需要很久的震荡时间。这就好比我们之前呢，我们在前面呢，我们看到这里的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也会认为说，哦，这波多头走势它真的很有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后面呢，它又经历过了一段大约60多天左右的调整，最后我们又酝酿成功走出一波新的多头走势。那这可以证明啊，其实我们要引领一波新的走势，或者是说趋势要转向的话呢，它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仅只有30天，我相信它是绝对没有办法有机会可以逆转我们之前所酝酿这么久的行情。那其实我们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妨就复盘一下我们之前在2019年的调整。其实我们在2019年呢，它所经历过的2次调整，确实我们市场的环境呢，确实是有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这2次的调整，它都是很完美的30天左右。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呢，调整的是32天。那我们在第2次调整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从这个位置，我认为从这里开始算，然后到我们突破新高，大概是31、32天左右。所以大概这2次调整，我们都是32天，然后走出这个调整的区域，然后开启一波接下来的上涨。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走了32天左右了，现在已经31天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级别呢稍微缩小一点呢，我认为我们呢一定会在下个礼拜就出现方向。那通常我们一个收敛的三角呢，我们会在这个形态大概走到7、8成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会出方向了。那我们现在呢，其实离这个形态的末端呢，我们把它给画的精确一点，我们就把它延长到我们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为止。我们可以稍微画一下啊。那这一段，如果我们直接给它画到底的话呢，它大概也就是在13、14天。那当然，我认为不会到这么夸张啊，不会走的那么极致哦。大概7、8天之内。最极限7、8天之内，我们就会选择出方向。那其实也跟我们刚刚所说的1个礼拜不对，1个月的时间呢，大概是不谋而合的。那我认为我们的最终的期限呢，就是会在下礼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最终这个形态它到底会怎么突破。好，那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假突破它的幅度呢，确实是小了点啊，确实是很小的。就是我们这2波或者说这3波呢，级别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MACD 的背离它上涨的过程，它总是有可以对应的波段的。你可以看，这是我们对应的波段，那我们第3段呢，这个有点太小了，那它很明显就是不同级别的，甚至它都没有因为这个上涨而产生慢线、快线交叉慢线的情况。那我认为我们这里的上涨呢，它是不足以构成背离的，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假突破呢，它太小，它假突破的这个上涨的这个价格太小了。它不足以去构成背离。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上打一点的话，比如说我们打到了39000或39000多、4万，然后我们再假突破回来的话，哇，那我相信这个效力就会很大了。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要在蓄力往上冲的话，它必须一次就冲破。如果说再冲不破再下来的话，那我认为这个风险呢，绝对会是指数性的增加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到4小时来看吧。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比特币它在回落的同时呢，它还是在慢慢的走着缩量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比特币呢从38500一直回落到现在，其实也回落了1000刀，但是我们是慢慢缩量的。
当然呢，我们现在是假日嘛，那假日它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啊，就是 CME 的缺口。CME 呢，其实我们可以从 CME 的价格就可以判断出 CME 在 CME 交易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是比较看涨的，因为他们在追多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根针呢，它插的最高点呢，已经来到了39,300了。那我们收盘的价格呢，也在38,500，所以我们的缺口呢，会从38,500开始计算。那38,500呢，大概在这个价位哦，38,500大概在这个价位。那我们周一开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哦，如果以现在为计算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会产生1000刀的价格的缺口。那1000刀的缺口，我相信这个缺口就很大了，它回补的几率真的就很大很大。那我认为其实现在呢，多头的风险还好，确实价格有回落，利润有回撤，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其实我刚刚又有再加上一点点的现货了，一点点。那我认为真正要对于多头构成风险呢，基本上就是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哪天这条趋势线它被跌破了，那我认为对于多头来说呢，真的就会构成风险了，或者是说它把前面的低点，我们前面大概在355,500的位置，哪天它真的打破了，那我认为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这2点，它哪怕只满足了任何一点，我都认为会对于比特币的盘面呢造成很立即的风险。那这个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它没有达成这2个条件呢，它只是微微的下跌，缓缓的下跌，或者是还在这个调整的通道之内呢，我都认为我们还没有理由去看这种趋势的空，或者说我们的多单、我们的现货呢，都还没有出场的理由啊，都还不危险，它很有可能就只是调整当中的洗盘而已啊。最近洗盘确实是走的比较频繁。那如果你也对这些收益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哦，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你都不用交易，这个就是非常优惠的活动，现金。或者是你质押500U 1个礼拜，你就可以获得$60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的，这真的很优惠，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使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好。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拜拜。